李总危险！威尔，拉我，快拉我！我叫刘峰，一名向导，曾登顶公认攀登难度最高的乔戈里峰，并先后4次登顶珠穆朗玛峰。今年我与兄弟孙卓合伙开了一家登山公司，孙卓负责公司运营，我则负责带队登山。我这次作为领队，负责带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我的带领下，队伍一步步越过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最终登顶成功。日照金山，登顶了！我们登顶了！刘队，我这些年先后爬了4次珠峰，可是最多就到过3号基地，我已经48了。当初跟我一起的几个老哥们早就放弃了，我本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刘队，这趟没有您，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能站在这里，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徐总、张总，别辜负山顶的风景。小夏，帮我们拍一张吧。好嘞，峰哥。第5次了，老朋友。每次登顶，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次带队徐总一行人，他们每人都订购了卓峰的豪华登山套餐，一共1400万。按照当初搭建团队的约定，我和孙卓净利润55分成，我的分应该不会低于500万。疯子，辛苦你了！订购豪华登山套餐的客人都对这次成功登顶满意至极，徐总更是把你夸上了天。应该的，徐总他们付了这么多钱，我抬也得给他们抬上去。疯子，接下来咱们专心备战明年的珠峰。云顶集团的李总预定了咱们公司今年的豪华登山套餐，你好好准备。这10万你拿着，算是你这趟的薪资。什么？10万？我这次带队登顶珠峰，你一共收了徐总他们1400万，却只分给我10万。疯子，公司不是给你一个人开的，登山设备、保险、人员工资哪一样不要花钱？这次一趟给你10万，已经比市场价高出很多了，做人可不能太贪心。孙卓，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你求着我入伙，承诺利润55分成的。峰哥，我是真没办法了。那几个也知道，把客户带进冰裂缝，人家现在还在医院躺着，问我要赔偿，我连公司租金都快交不起了。峰哥，我求你了，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你登过 K2，是圈子里最有名气的户外登山者，你来做领队，公司利润咱俩55分成，我孙卓对天发誓绝不亏你。行，兄弟的事儿我帮。孙卓，当初是看在兄弟情分上，我才愿意过来帮你的。可现在赚了钱你就打算翻脸不认人了。疯子，当初我找你帮忙55分成的事儿就是随口一提，又没签合同，你还真想凭着空口一张直接要走我公司1半的利润？而且我当初求你入伙也只是因为对行业不了解。来到尼泊尔这边之后，我才发现向导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人家国外的可比你这个半吊子专业多了。给你介绍一下，威尔，前山地作战部队教官，麦克，国际登山专家。疯子，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公司没你就赚不了了吧？刘峰，你只是一个领队，像你这样的领队，我要找的话，多的是人愿意来干。既然如此，我看这地方也没必要待了。别挡路。行啊，刘峰，翅膀硬了，给脸不要脸。李总，您好，您好，正想给您汇报这次登顶的好消息呢。孙总，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公司这回带队7人全员成功登顶，圈子里都传遍了。看来当初选你们公司确实是没有错。李总过奖了，我们一直都是国内最有实力的登山公司，这次全员成功登顶，没什么好意外的。好，孙总，我就喜欢你这个自信劲儿。既然这样，明年春季我的登山计划就按上次约定的合同来。如果成功登顶，我愿意出800万；但如果失败了，你们公司双倍赔偿。孙总，没问题吧？没问题，李总，合同按上次的来。我明天就飞过来跟您签。好，那就说定了。刘峰这回带队7人登顶珠峰的名气倒是还有些价值，可以趁此机会多签几个大单。刘峰，别以为你有多不可替代。公司的名头如今已经打出去了，我换个其他向导也一样能行。没想到这1年的努力，最后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峰哥，我听说了，你这是准备走了？
孙卓不是个能合作的对象，我跟他已经掰了。峰哥，你要走的话，我也走。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小夏，你不用这样，你在孙卓这边待着，至少工资不低。峰哥，你不用劝我，我当初就是因为你的名气才来卓峰做向导的。我大4那年看了你的纪录片，你登顶珠峰，在海拔那么高的瓶颈路段救下了2名登山者，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跟着你了。这1年多，我跟着峰哥你学到了太多东西，怎么读天气，怎么在极端条件下做判断，这些东西哪儿都学不到。峰哥，你要走的话，我跟。好，小夏，你愿意跟我，那我也绝不会亏待你。只是以我现在手里的资金，想要创立一个卓峰这种规模的登山公司，跟着我干的话，你得做好饿肚子的准备。放心吧，峰哥，我以前刚毕业，兜里没钱就敢跑去登玉出峰，苦日子可没少过。跟着峰哥你，我乐意。海生集团的徐总吗？刘队，是我，徐海生。这次我们能登顶珠峰，全靠您一路照顾。徐总客气了，我既然是领队，就得保障客户的安全。刘队，您太谦虚了。实不相瞒，我这次找您是想把您介绍给我的一个老兄弟。老兄弟，他姓赵，跟我一样，也是个登山爱好者，目标就是登顶珠峰。不过前年他在3号基地高反严重，差点没救回来。回来后整个人就心灰意冷了。我这次登顶回来，在他面前好好炫耀了一番，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告诉他卓峰刘队你的本事，他听完立马就重燃心计了，想趁今年春季登山期最后冲一把。徐总，实不相瞒，我跟孙卓已经散伙了，现在已经不在卓峰了。啊，刘队，出什么事了？当初孙卓拉我入伙，约定利润55分成。这次我带队登山，孙卓他一共收了1400万，却只愿分我10万。你说我这还有留下的必要吗？孙卓这也太不像话了，10万，打发叫花子呢。刘队，当初您跟他有签合同没？没有合同，那这笔钱想要回来就难了。刘队，这样，我邀请您回国见面，只要您愿意带队，我可以用海生集团的名义牵头，为您搭起一家有珠峰攀登资质的登山公司，资金资质都由我来摆平。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完成我那老兄弟的梦想。行，徐总，咱们约个时间见面。没问题，刘队，我让秘书把机票和酒店都给您安排好，咱们下星期见。小夏，来了个大单，咱们得做好准备了。爸，我来了。我父亲刘远山同样也是个登山者，在我12岁那年，他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次攀登中遇到雪崩，再也没回来。他们说你当初就不该选择去登山，但我后来登了那么多山，站了那么多次峰顶，我越来越觉得你不是死在山上，你是留在了自己最喜欢的地方。爸，我为登峰而生，只要身子还能动，我就不会停下攀登的脚步。刘队，你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老兄弟，昆岭科技的创始人赵长岭。你好，刘队，你的事儿我都听徐总跟我说了，他称你是国内最好的高山向导，这次就拜托你了。放心吧，赵总，您只要按我的节奏来，今年春季窗口期，我保证您站在珠峰顶上。有刘队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刘队，老赵之前在西藏做过高海拔适应性训练，体能底子还在。现在趁着春季登山期突击熟悉一下，攀登珠峰应该不是问题。刘队，登山公司的资质和许可办理，还有其他协作人员配置、装备采购、保险落实，这些地面上的事儿我会全权负责，你只管带队登山，剩下的交给我。多谢徐总。刘队，登山公司的资质和许可都办妥了，装备方面，所有的高山靴、连体羽绒服、冰镐、氧气瓶，全部按照你给的标准采购，一件不差。登山方面的业务由刘队你全权负责，地面上的事儿我摆平，山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我这老兄弟就交给刘队你了。放心，徐总，这次我抬也得给赵总抬到山顶上去。赵总，您看，这就是尼泊尔的南池市场了，算是咱们这场攀登的真正起点。咱们可以在这里逛逛市场，买点补剂。我也很久没来这里了，记得上次来这边还是前年。刘队，我印象里南池好像有直升机起降点，咱们可以坐直升机直接飞到大本营，省不少时间。赵总，我建议咱们还是徒步前往珠峰大本营。南池到大本营这段路，海拔从3400米逐渐上升到5300米，是绝佳的适应性徒步路线。如果直接坐直升飞机过去的话，到了大本营直接面对5000米以上的海拔，很容易出问题。好吧，我听刘队你的。
你说怎么走，咱就怎么走。等等，那是云鼎集团的李向阳，他怎么也过来了？云鼎集团是那个要来卓峰订购登山业务的李总。赵总，你认识云鼎集团的李总？我认识，都是京海市登山圈子里的人。5年前跟他一起登过玉珠峰，那时候还觉得这人是条汉子，在山上互相扶持过。可没想到后来他们云鼎集团抄袭我们昆岭科技的产品，连代码都原封不动的搬，官司打了几年都没打清。从那时候起，我就跟这老小子老死不往来了。李向阳既然来了，孙卓可能也在。李总，让您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外国人，我记得你们卓峰的领队不是国人吗？李总，我们卓峰一直以来做的都是高端定制化的豪华登山服务。先前的领队因为业务能力不行，已经被我换掉了。威尔和麦克都是国际顶尖的专业向导，都有登顶珠峰的经验，而且都懂中文，沟通无障碍。有他们在，您就放100个心。孙卓，能解释解释什么叫我业务能力不行吗？孙卓，这个人是谁？跟你是什么关系？李总，这个人之前是我们卓峰的员工，因为能力不行被公司淘汰了，就心生怨气。听说我们接了您的大单，专门跑过来胡搅蛮缠。李总，您千万别在意。孙卓，你用我带队7人全员登顶珠峰的名气给公司拉客，我一走就变成了业务能力不行被公司淘汰的员工。我看你这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啊。刘峰，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就只是个带队的而已，换其他向导一样能带，而且人家比你这个半吊子更专业。没有公司的运营支持，你屁都不是。孙卓，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厚颜无耻。我再给你5万，拿着钱赶紧走，趁着现在还是春季窗口期，尽快在别的登山公司找个向导的活吧。孙卓，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我来南池可不是为了你，我是带着客户来登珠峰的。这不是云鼎集团的李向阳吗？你也来登珠峰？赵长岭，他就是你找的向导？没错，刘队是国内最好的高山向导。我这次请他过来，目标只有一个，登顶珠峰。李总，你这趟的目标应该跟我差不多，不过你找的登山公司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啊。你叫刘峰，海生集团徐总一行7人登顶珠峰是你带的队？对，是我。李总应该也是因为这个消息，所以才决定找卓峰来登山的。孙卓，怎么回事？我明明说了要用之前的原班团队，保证这次我能够登顶成功，结果你不仅把原来的领队踢了，还把向导给我换成了2个外国人。李总，孙卓，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李总，您别误会，刘峰之所以能登顶，是因为我们公司配备的装备够好，路线是我们公司规划好的，他不过是执行者而已。威尔和麦克远比他专业的多，有他们在，加上我们公司的定制路线，您的登顶成功率只会更高。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就信你们卓峰这一回。赵长岭，这么多年了，咱们在商业上交过手，在登山圈子里也较过劲，一直没分出个胜负来。我也想看看你说的这个国内最好的向导究竟有多厉害。不如就趁这次春季窗口期，咱们比一比，看谁能先登上珠峰。好，那我就跟你比一比。不知道你李向阳登山方面的本事，有没有你抄袭方面的本事强？赵长岭，你孙卓，我倒想看看，卓峰离了我刘峰之后，还能不能把客户送上珠峰。刘峰，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卓峰今日的成就全靠我的团队运营，你只是一个带队的执行者而已，换别的向导带队也一样，离了你，卓峰照样是国内最强的登山公司，是吗？那咱们拭目以待。李总，咱们走吧，别跟他们多费口舌了，浪费登山的时间。你说的也对，李向阳，咱们山上见。好，赵长岭，我在山顶等你。峰哥，赵总，他们走的方向不对，那不是从南池到丁伯奇的徒步路线，他们应该是打算坐直升飞机前往珠峰大本营。如果坐直升机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 EBC， 比咱们徒步快好几天。咱们要做吗？刘队，这个我听你的。不做，从南池到大本营，海拔从3400米逐渐过渡到5300米，这段路是身体适应高原的关键期。坐直升机2个小时飞上去，身体根本没有时间适应，直接暴露在5300米以上的海拔，出现严重高反的概率非常高。一旦真出了问题，抢救下撤重新适应，浪费的时间只会比徒步更多。赵总，登山不是比谁先谁快，是比谁能稳稳坦荡荡地站上峰顶。说得好，刘队，按你的节奏来。李总，我们已经联系好了当地的直升飞机，从这儿直飞 EBC，2个多小时就能抵达珠峰大本营。物资协助和路线咱们都安排好了。好，孙卓，我告诉你，这回成功登顶珠峰，除了合同约定的800万，我可以再额外给你们公司发200万的奖金。多谢李总，您放心，有威尔和麦克保驾护航，
再加上我们公司顶级的装备和后勤保障，这次珠峰您一定能第一个登顶。借你吉言。刘峰，一步慢，步步慢。卓峰离了你，一样能带人登顶珠峰，而且这次我们会比你更快登顶。徒步去大本营，核心就是3个字：慢、喝、睡。速度不要快，保持能正常说话的强度就行。水要多喝，哪怕不渴也要定时补水。晚上到了营地，尽量睡足，不要熬夜。高反这东西，预防永远比治疗管用。说句实话，要不是我这几年一直保持登山训练，体能底子还在，光是这徒步去大本营的路就是一道难关。那些不经训练就想登珠峰的人，简直是在拿命开玩笑。赵总，没坐直升机后悔不？不后悔，坐直升机几个小时就能到大本营，倒是省事儿。不过现在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心里也踏实。真漂亮！如果咱们坐直升机直接飞到大本营，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李总，直升机只能到格拉克塞普这里了，接下来的路，咱们得靠自己的腿了。前面就是 EBC 登山大本营，算是攀登珠峰的第一站。所有队伍都在这里做最后的高海拔适应，然后才能往上面的营地进发。我以前登过最高的山，也就6000多米，没想到珠穆朗玛峰的起始点就已经5000多米了。世界第一峰果然非同一般。珠穆朗玛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站在山下仰望它，看别人上去，看别人成功。但是这次，我要征服它。珠峰的环境确实很恶劣，我能明显感觉到空气变稀薄了，光是多说了几句话，头就有点晕。不行，把氧气瓶给我，我吸几口氧。吸了氧，感觉好多了。不是，那边怎么还有人抽烟啊？在这种高海拔地方抽烟，不怕缺氧吗？李总，那是我们老板请的本地夏尔巴协作过来帮咱们背帐篷和行李的。他们常年生活在这种高海拔环境里，早就习惯了。这才5000米的海拔，对他们来说就跟咱们在平地上差不多，抽口烟没事的。李总，你不用担心负重的问题，帐篷、睡袋、炊具这些重物和行李可以全部给他们背到下个营地去，咱们轻装上阵就行。是吗？那太好了。李老板，我们卓峰是专业的，这次一定让你先赵长岭一步登顶。好，好，好，辛苦你们了。我这次成功登顶，额外奖金肯定少不了大家的。赵长岭，这次赢的一定会是我。刘队，到了昆布逼川的边界，我确实能感觉到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赵总，要不要吸点氧？现在还没到5000米，我还能扛得住，用不着吸氧。大家记住，走昆布冰川，核心就是4个字：匀速慢行。安全第一，速度第二。赵总，这一段咱们绕一下。昨晚气温偏高，这片雪面下面的冰层可能被融水抛松了，宁可多走一会儿，咱也别冒这个险。行，我听刘队的。海拔5050，赵总，呼吸放慢，3步1呼，2步1吸，别急。5001，前面有段碎石坡，登山杖主实了再迈下一步。赵总，咱们到大本营了。不容易啊，走了这么远，终于到了。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路，就是踏实。李总，别看下面，看前方，跟着威尔走。天快亮了，温度一升，冰瀑就不稳定。李总，最后一段咱们得加快了。好，咱们一鼓作气冲上去。李总危险！威尔，拉我，快拉我！李总别乱动，我数3，你借力往上蹬。李总有没有受伤？人没事就好，但是李总，你的背包掉下去了，一些物资和氧气瓶还在包里。不管那些了，有什么事到 C1 营地再说。到了 C1，上面有足够的补给。威尔，快带我上去。
经过训练后，赵总现在能一次性通过铝梯冰面行走，节奏稳定。凌晨低温条件下体能输出正常，出发条件已具备。明天凌晨气温较低，冰瀑相对稳定，是个出发的好天气。刘队，这是我和小夏都是老向导了，这点负重不算什么。赵总，你轻装上阵，保留体力。辛苦二位了。低头，快步通过，不要抬头看。一个一个来，赵总先上。恭喜你，赵总，昆巴冰坡过了。感觉像做梦一样。传说中珠峰最危险地带之一的昆巴冰坡，这就过了。脚印边缘的冰壳很薄，时间应该不超过1天。看这脚印，用的是卓峰的登山鞋。看来卓峰和李向阳他们确实没领先我们太多。赵总，要不要加快节奏赶一赶？说不定能在 C2 之前追上他们。还是不赶了，安全最重要。我们按自己的节奏走就行，保持体能状态良好，稳稳当当登顶，比什么都强。我做了这么多年企业，从来不在乎一时的快慢，只在乎走到最后的那个是不是我。赵总说得好，登山不是赛跑，谁先冲顶不重要，重要的谁能在山顶站得稳下得来。咱们不追他们，按自己的节奏来。小夏，把冻干米饭和汤包拿出来。赵总，你先坐着休息，把睡垫铺上，别让身子凉了。咱们在 C1 好好吃一顿热饭，让身体彻底暖起来，才有力气继续往上冲。从 C1 到 C2 要穿过寂静山谷，这段路坡度不算陡，但全程在6000米以上，含氧量只有平原的40%，步履维艰。赵总底子扎实，体力分配合理，在高海拔适应上能做到动静有序。这一路他没有掉过一次队。从 C2 到 C3，我们必须经过洛子峰西侧的冰川地带，这里冰川运动活跃，冰面每天都在变，即便是走了10几次的老路线，也不能大意。越接近8000米，环境和气候就越不友善，风速、温度、降雪量，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攀登时间卡在春季，这是珠峰天气相对最稳定的窗口期。一个合格的向导，不只是带队走路，更是队伍的探路者、气象员以及决策者。每一次带队攀登，都意味着比别人多走1倍的脚步。再往前走一段，就快到 C4 营地了。咱们在那里休整，吃东西、补水、补充体能，然后就要准备最关键的一步了。咱们要准备开始冲顶了。峰哥，这都到 C4 基地了，一路上都没看到李向阳他们，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在冲顶了？没那么快，还记得吗？刚才在 C3 营地往上那段碎石坡边上，我捡到一个印着卓峰 logo 的补给包装袋，里面的葡萄糖粉还没结块，袋子表面也没有积霜，看样子才拆开不久，定多半天。他们现在顶多在 C4 那边休整，等着午夜冲顶。咱们现在到 C4，说不定能跟他们碰个面呢。上去看看吧。好，我也想看看李向阳那老小子现在怎么样了。威尔、麦克，我感觉要不行了，完全走不动了。李总，没事儿，咱们已经到 C4 了。氧气，麦克，把备用氧气瓶给我。这一路太难了。从昆布冰坡到现在，我感觉自己半条命都搭进去了。李总，到这里咱们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C4 营地海拔近8000米，所有队伍冲顶前的最后一站，从这里往上就是珠峰最后的冲刺段。您能走到这里，已经不知道超越多少登山者了。接下来就是为冲顶日做准备了。李总，咱们在这里好好休整，恢复体力，只要一举登顶，就算是成功征服珠穆朗玛峰了。这一路走过来，确实不容易。不过现在距离成功，也算是近在咫尺了。话说回来，也不知道赵长林他们到哪儿了。听你们老板孙卓说，你们卓峰淘汰的那个向导刘峰，放着直升飞机不坐，居然坚持要徒步走到大本营。赵长林也是被他给忽悠瘸了，耽误这么多天，他们现在说不定才到 C1 呢。而我们已经在 C4 准备冲顶了。李总说的对，那个刘峰业务能力确实不行，被我们老板淘汰是有原因的。估计等那个刘峰带着赵长林走到这里，春季的登山窗口期早就已经过了。李向阳，背后嚼人舌根可不是你的作风。李总，别来无恙。李向阳，
你们不是坐直升机直接飞到大本营的吗？怎么到头来反倒跟我们这些徒步的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了？而且看你这状态，脸白成这样，氧气瓶不离手，这一路上似乎没少吃苦头啊！不可能，你们是徒步走进来的，从南池到大本营要比我们多走好几天，你们怎么可能追得上我？赵长林，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偷偷坐飞机了？李总，你以为我们像你一样，登山还在半路开 TP 传送呢？从丁伯奇到南池，从南池到大本营，从大本营到 C4，每一步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小夏说的没错，这一路的崎岖也好，风景也好，都是刘队带着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李向阳，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被我追上，只能说明你登山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赵长岭，你别得意，这场比试还没结束呢，谁先登上峰顶，谁才有发言权。现在你跟我都在 C4，谁也别说谁赢了。李总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比赛还没结束，峰顶才是终点，咱们也得抓紧了。赵总，小夏，就地扎营，准备休整。8000米往上这条路是攀登珠峰最难的一段。刘队说的对，争一时长短没有意义。李向阳，咱们峰顶上见真章。风速每秒6到8米，还在变动，高空气压在下探，这种忽高忽低的风向不是好兆头。高空云层在堆积，风速不稳，气压噪低。赵总，我的建议是等一等，让天气再稳定一些。听你的，刘队。既然已经到 C4， 那接下来还是以稳妥为好。Sir, the clouds are getting thicker. Local forecast says possible swell before dawn. Maybe we should wait. We have the best gear. A little wind won't stop us. Don't worry. 不能再等了，窗口期就这几天，今晚不冲还等什么？我花800万不是来 C4 睡觉的。李总说的对，趁风速还没完全上来，抢在窗口期结束之前登顶。就算风速加大也没关系，我们有最顶级的装备，扛得住。李总，拿着这片旗子到圣顶拍照，全世界都会看到您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姿。好，咱们这就出发。赵长林，我就先走一步，你在这里慢慢磨蹭吧，别等我下来了，你还没上去。李向阳，你悠着点，8000米以上的路可不好走，别到时候走不动了。管好你自己吧，山顶见。如果你到得了的话。峰哥，赵总，他们走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不用管他们，现在风速不稳定，贸然冲顶会有风险。咱们再等等，把所有的氧气瓶都检查一遍，每人多备1瓶，把面罩和冰水都检查好了。今晚注定不会太平。出气正常，风速暂时稳定了，咱们可以出发。匀速行进，保存体力，氧气按节流模式使用，每分钟2升，非必要不调高。路上每隔半小时我会报一次风速和云层变化，所有人必须听从指令。是。李总，您开的氧气流量太大了，按这个速度消耗，1瓶气撑不到1个小时，您得把流量调下来，调到2升，不然到不到峰顶，氧气就会全部耗尽。没事儿，我感觉喘不上气，不开大点难受。800万的套餐，氧气还舍不得。李总，氧气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保命。现在海拔还不到8400，您就用这么高的流量，到了南峰顶往上，怎么撑得住？别管我，你们带路就行。Fuck。风速突破25米，暴风雪来了，抓紧固定绳，把安全锁扣在路绳上，快！李总，你还能坚持得住吗？冷，好冷，冷，我动不了了。威尔，麦克，拉我起来，拉我。威尔，怎么办？他刚才把所有的氧气全都吸完了，现在看状态应该是中战度失温，再往下就是深度失温，随时可能心跳骤停。他的四肢完全失能，意识也已经模糊，这种状态在8000米以上不可能自主下撤。如果我们留下来呢？
帮他复温。我们没有多余的氧气分给他，如果留下来的话，他的体温会把我们的核心温度也拉下来，到时候我们2走步也走不了。他已经是尸体了，我们不能跟着他陪葬。救救我！谁来救救我？风雪减弱了不少，我预计很快就会停下来。接下来咱们可以专心冲顶了。等等，前面有动静，好像是人的声音。峰哥，我也听到了，好像有人在喊。安全绳被人强行解开了，不对劲，正常下车不会解开安全绳，难道说有人被遗弃了？峰哥，这里的海拔在8000米以上，我们在这里多停1分钟，自己的风险就多1分。要不要先联系大本营，看看有没有其他队伍可以支援？一条命就在前面，没时间等了，你们可以留在原地等我，我找到人马上回来。刘队，你这是什么话？走，一起去，我跟着你。好。这卓峰统一采购的氧气瓶，在这里出事外的是卓峰的人，难道是李向阳他们？李向阳，怎么会是他？这家伙怎么倒在这儿了？呼吸微弱，但还有起伏，人还活着。恐怕再晚10到20分钟，他就会进入深度失温，心跳随时可能停止，必须马上复温和供氧。小夏把所有的保温毯都裹在他身上，裹紧，重点包裹躯干和头部，室温复温先不要搓。我挡着正面的风，赵总，你帮忙挡着右边的风口，人命关天。李向阳现在的状态不能再受一点冻了。刘队，这雪越来越大了，快想想办法。珠峰救援中心，珠峰救援中心，这里 C4 至阳台路段。一坐标北纬27度59分17秒，中标86度55分31秒。一名登山者被商业队的向导遗弃在雪季，重度失温加严重缺氧，意识模糊，无自主行动能力，请求紧急直升机救援。收到，机型空客松鼠已准备出发救援，伤者需要持续供氧维持生命体征。明白，我在这里守着他，请保持通信通，守住伤者，不要移动。得继续保持氧气提供，让他的意识恢复清醒。谢谢你们。他能说话，说明生命体征在恢复。咱们尽可能的帮他复温，救援很快就会过来。啊！末梢循环在恢复，他的手指开始有血色了，供氧是有效的。赵总，你过来歇一歇，我替你挡一会儿风。你这样一直站着，体温会被风带光的。小夏不用，我没事。老李这个人其实不坏，就是太要强了，什么事儿都想赢。战场上要赢，商场上要赢，登个山也要赢。他抄我们公司的产品，代码原封不动的搬。每次在行业峰会上看到他上台领奖，我都觉得他在拿我的东西出风。但现在想想，他不过是太想赢我了。只是用错了方式，他不该折在这儿。目前我所在位置的能见度恢复，风势减弱，风速降至每秒6米。救援直升机已起飞，预计10分钟后抵达坐标，请清出悬停区域，保持通信畅通。了解。李总，
救援直升机快来了，你坚持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供氧状态没问题，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救下来了，但愿这家伙能相安无事吧。你们的氧气瓶还有不少剩余，我的备用氧气已经全部给了李向阳，现在只剩背包里这2瓶了。按正常往返消耗算，2瓶氧气冲顶再下撤，不够。现在暴风雪停了，风速也平稳了，客观条件适合冲顶。但我的备用氧气已经给了李向阳，耽搁这1个半小时也消耗了不少体能，继续冲顶有困难。赵总，你怎么想？下撤还是继续？你说了算。刘队，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下撤。走到这儿了，封顶就差最后一步，换谁都不甘心。但我答应过你，登山的事你说了算。你说下撤，我绝不说一个不字。既然赵总心里想冲顶，那就冲顶，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你们的氧气量是够的，至于我，不需要备用氧气也能冲顶。峰哥，不行，8000米以上没有备用氧气，万一出什么状况你怎么办？刚才你救人的时候已经消耗了那么多体力，现在又不用备用氧气，太冒险了。小夏，放心，喜马拉雅山上的风雪吞掉过许多人，但它吞不掉我。走吧。小夏，我相信刘队，咱们走吧。现在可用的氧气更少了，得调整步伐节奏，尽量保持平稳，减少消耗。峰哥，没事，踩到碎石了。这段路雪层薄，下面有松石，很容易滑倒滚落。你俩绕开我刚才踩的位置，靠左侧走。好的，刘队。峰哥，你多小心。有惊无险，希拉里台阶就在前面，过了这最后一段路就是峰顶。太阳升起来了，日照金山，亲身在雪山上看到这一幕带来的震撼，远不是山下能比的。我们登顶了，刘队、小夏，我成功登顶珠峰了！赵总，恭喜登顶！每一次登上山顶，眺望珠穆朗玛峰的风景，都有新的感悟。峰哥，我帮你们拍一张吧。不用，我在山顶上的照片拍的已经够多了，这回我单独帮你们拍2张。是吗？谢谢峰哥。第6次了，这次能够成功，多亏了暴风雪只持续了一会儿。有的时候真不知道是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还是珠穆朗玛峰允许我们在山顶驻足，看一眼这世界之巅的风景。峰顶不能久留，最好在拍完照后就下去。咱们下午2点前必须离开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避免午后暴风雪。明白。登顶只是登山的开始，真正的考验是活着回到地面。下山不比上山简单，累积的疲惫、消耗的氧气、松弛的神经，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珠峰从不饶人，但懂得彼此守护的队伍，总能走过最难的路。刘队，这一趟攀登珠峰，是我这辈子前所未有的体验。赵总指的是这趟旅途的风景。珠穆朗玛峰的风景确实让人难以忘怀，但更让我忘不了的是刘队你这一路怎么把我们带上山的。每一步你都在，每一个判断你都不含糊。在登山的路上，刘队你给大家带来的安全感，是谁都比不了的。尤其中间出了李向阳那件事儿，你在海拔8200米还能毫不犹豫停下来救人。我这辈子见过的人不少，
但像刘队你这样的人，真的不多。赵总言重了，登山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把命交给信任的人。你信任我，我自然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赵总过奖了，领队护队员周全，这是本分。你一路配合得好，小夏也帮了大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刘队你就别谦虚了，老实说，没有你的话，这一趟我很难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若是运气不好，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李向阳。赵总言重了。对了，刘队，我听老徐说过，你在卓峰的时候带队他们7个人登顶，孙卓收了整整1400万，却仗着没跟你签合同，只愿意给你10万。那一趟，卓峰的净利润至少过1000万，你是卓峰的合伙人，按理说怎么都能分到500万的，孙卓却只给你区10万。孙卓这人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孙卓不讲信用也就罢了，他雇的那2个向导，遇到暴风雪直接把人扔下自己跑，简直毫无人性。孙卓找的那2个向导，自私的性子确实是与他一脉相传。他们能干出这种事，跟孙卓这种老板脱不了关系。我赵长岭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刘队，这卡里有500万，不多也不少，算是我对你这趟的感谢。刘队，这笔钱应该能补掉你在孙卓那里的损失。你带我这趟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让我这把年纪还能站在珠峰顶上，这份情不是钱能算清楚的。这500万就当是我替登山这个行业补你一个公道。赵总，你这话我记在心里，但这钱我不能拿。徐总从开始帮我组建公司，出钱力把公司的架子撑了起来，对我有恩，他让我带走你上山，我答应了，做到了，这是我的本分。刘队，你这是什么话？他徐海峥掏钱帮你建公司，让你带我登山，我如果什么都不出的话，搞得好像我欠他多大一个人情似的。这笔钱你收下，我们3个心里都舒服。赵总说的也对，好，这钱我收下。以后赵总你想再登哪座山，随时找我，我替你安排，不另外收你1分钱。一言为定。李向阳倒是把这老小子给忘了。老赵，是我李向阳，我现在在加德满都的医院，医生说幸好救援及时，没什么大碍，如果再晚20分钟的话，我这双腿就有可能保不住了。算你命硬，8000米上被扔了1个多小时还能活下来，好好养着，别急着出院。不知道是谁救了我，卓峰的那2个向导把我扔在雪里等死的时候，是刘峰把我从雪里刨出来的。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打给你就是想让你帮我转告一声，我想当面谢谢他，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我不能连句谢都不说。李向阳想当面谢你，刘队，你愿不愿意见他？没问题，告诉我地址。哈哈哈，李向阳，巧了，刘队现在就在我对面坐着喝茶，你说个病房号，他会来的。好，我待会儿发你地址。李总，别乱动，你现在的状态还很虚弱。刘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若不是你把我从雪里刨出来，帮我呼叫救援，我的命可能已经留在珠穆朗玛峰上了。当时那种情况，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人就这么冻死在山上。我一心想赢，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以为订购了卓峰的豪华套餐就万事大吉，没想到却栽了一个大跟头。现在想想，孙卓一直在掩饰，离了你刘队，卓峰什么都不是。当初徐总他们登顶，全是刘队你的功劳。他拿着你用命换来的成绩到处拉客，可你一走，他就转身跟我说你业务能力不行。我李向阳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竟然被这种人给忽悠了，差点把命丢在珠峰上。李总，卓峰的那2个向导威尔和麦克找到了吗？还没有，不过我的人已经在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已经派人联系了 IFMGA 国际高山向导协会，提交了正式投诉和证据。在8000米遗弃客户，这在任何国家的登山业都是红线，不管他们跑到哪个大洲，这份职业记录都会跟着他们。还有孙卓，刘队，你可能不知道，这次登山我跟孙卓签的是对赌协议，我出800万，卓峰保证我登顶，如果登顶成功，800万全付；如果登顶失败，卓峰双倍赔偿1600万。现在我不仅没登顶，还差点死在山上。他的向导在8200米的暴风雪里解开我的安全绳，把我一个人扔在雪里等死。
这笔账，等我出院第一件事就是一五一十的跟他算清楚。如果不让他赔个底六，我就不姓李。这个嘛，我倒是乐见其成。对了，刘队，我还有一件事没弄明白，希望你能告诉我答案。什么事儿？我让人打听清楚了，你在卓峰根本不是普通领队，你是孙卓的合伙人。孙卓说什么业务能力不行，完全就是鬼扯。你当时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卓峰？我和孙卓是发小，卓峰成立那年，他请的向导在昆布冰坡出了事，客户重伤，公司差点破产。他找到我求我入伙，约定所有业务利润55分成。这一年在卓峰，作为领队，我全权负责所有登山业务。那次接徐总他们的单，全员登顶。按照当初的约定，我分500万只多不少，可他只愿意给我10万。10万？什么？10万？不仅如此，我找孙卓表达不满，孙卓还反咬一口说我太贪心，说他当初许诺的55分成只是随口一提，又没有签合同。我总不能凭一张嘴要走他一半的利润。孙卓真不是个东西，拿刘队你带队出成绩的7次登顶当招牌，赚了钱转头说没有合同不算，这是要把你从内到外都榨干净啊！我李向阳在商场上玩了一辈子，从来就没见过这么翻脸不认人的。刘队，你放心，我原本准备给卓峰的800万，现在1分钱都不会给他。你要是愿意的话，这笔钱我来买你公司的业务，你带我登一次出峰。现在的李向阳和半个月前那个趾高气傲的云顶集团老板简直判若两人。或许这次旅途也让他改变了很多吧。没问题，李总。刚好这趟过后，我的登山公司也该接新业务了。真的吗？那太好了。不过李总，有个前提，先把身体养好，身体是登山的本钱。你这次室温缺氧的程度很重，恢复期至少需要3到6个月。等你彻底康复了，我可以亲自为你制定体能与高海拔适应性训练计划。好，刘队，听你的。这次我什么都听你的。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有些事儿还是得听专业的意见。李总，这算是你在这次不愉快的登山经历所体会到的心得吗？曾经我以为只要出的钱够多，定制足够高端的登山服务，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珠穆朗玛峰。可现在来看，珠穆朗玛峰从未被任何人征服，那些成功登顶的，最多只是被珠穆朗玛峰认可了而已。而我的这一次攀登，则是被他给拒之门外了。李总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在难得。说实话，算上这次，我是第6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每一次到达峰顶之时，我所体会到的没有征服的快感，只有对自然的敬畏。每一次登顶，都是对他的一次致敬。刘队，看来还是你的境界更高。是孙卓，这几天他给我打了不少电话，我都没接，估计他是想找我撇清那2个外国向导跟自己的关系。李总，你终于接了，谢天谢地！我其实可以跟你解释的，威尔和麦克的事儿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谁能想到他们会在山上干出这种事儿？跟我跟卓峰公司真的没有关系。孙卓，以后不用再打过来了，解释你留着，等我的律师跟你联系。李总，你听我说完。李总，刘队，让你见笑了。没事儿，孙卓的路是自己选的，别人拦不住，也救不了。接电话啊！威尔、麦克，你们2个混蛋到底在哪儿？不可能，他们是我在国外请的顶级向导，怎么会干出在暴风雪里把客户扔下就跑的事儿？他们2个倒是躲起来避风头了，可李向阳绝不会放过我。难道我当初真的做错了？我不该把刘峰逼走的。孙卓先生，你们是谁？进来之前不知道敲门吗？这是我的私人办公，我是云顶集团李向阳先生的律师，这次过来是受他委托通知孙卓先生的。根据贵司与李向阳先生于今年3月签署的珠峰攀爬服务合同第7条第2款，贵司需双倍赔偿合同金额，即1600万元整。此外，贵司派遣的2名向导解开安全绳结，将失温瘫痪状态下的李向阳先生遗弃在海拔8200米以上的暴风雪中，该行为已构成严重的人身安全侵害。李向阳先生在被遗弃后，失温缺氧长达近1小时，经第3方登山队伍刘峰先生冒死营救方得以生还，目前仍在加德曼多接受持续治疗。贵司作为合同主体，对派遣人员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
需要补偿李向阳先生的损失。多少钱？经核算，包含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赔偿、误工费用及后续康复费用，合计人民币983万元整，连同对赌协议的1600万元，贵司应支付总额为2583万元。这是详细的费用清单和律师函副本。30日内支付全款，逾期不付，我们将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并启动诉讼程序。周律师，周律师，您等一下，2600万，这么多钱，但我一时半会儿根本凑不出来啊！能不能再多通融一段时间？求您跟李总说一声，我也是受害者，我也不知道那2个向导能做出这种事儿。孙总，这份律师函就是最后通牒了。如果你拿不出来这笔钱，再见就是在法庭上和我打。天哪，2600万！我把公司卖了都凑不出这么多钱。等等，还没彻底完蛋，我还有希望。峰哥，是我孙卓，你先别挂，我求你别挂。我知道错了，我当初不是人，我被钱迷了心窍。只要你回来继续做卓峰的领队，以后所有利润7-3开，你7我3，一切你说了算。你救过李向阳的命，李向阳现在谁的面子都不给，但肯定听你的。你能不能跟李总说说，让他别告我？峰哥，我求你了。孙卓，我送你一句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完了，全完了，全完了！孙卓，从你把利益看得比兄弟情谊更加重要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再也回不去了。现在，只能说你自食恶果。峰哥，咱们公司跟夏尔巴协作团队的合同签下来了，明年春季的窗口期，他们可以优先保障咱们的队伍。另外，卓峰那边有几个还行的国人向导，之前一直跟你们一起出过任务，现在卓峰倒了，他们想来咱们这边。这是他们的向导资质和带队履历，让他们过来谈谈。孙卓是孙卓，向导是向导，有真本事的咱们收。峰哥，还有个事儿，孙卓那边法院强制执行已经下来了，对赌协议加人身伤害赔偿，公司资产全部冻结，他名下的房子、车、存款全被拍卖了。卓峰登山公司正式注销，人去楼空。他本人也销声匿迹了，不知是去了哪。不用管他，孙卓他纯是自己作的，落得今天这副下场，也怨不得别人。好的，峰哥，就不聊这些晦气事了。如今咱们公司名气越来越响了，赵总的成功登顶，再加上你在8000米救人的事，传遍了整个登山圈。现在预约咨询的客户排到了明年。峰哥，你这个当老板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打算在一线带队吗？带队还是要带的，我答应了李向阳带他上珠峰，不过他这次失温缺氧伤得重，恢复加训练算下来，最快也要明年春季才能出发。中间空出来的这段时间，我想做点自己的事。什么事儿？慕士塔格峰，我想去爬一趟。这次，我想试试独攀。慕士塔格？峰哥，你连 K2 都登顶过，珠峰也上了6次，怎么突然想去爬一座海拔7000多米的山？不为什么，因为山就在那里。